下去，走，走。然而安安发现了今天有诈，因为他的水碗跟饭碗都不见了。今天又是我们1年1度要做体检的时候了。很多朋友问我说：“吃肉你怎么断更了1个月了？你干嘛去了？”前段时间做油管的英文内容有点还不错吧，累积了不少海外的朋友，所以也不能叫忽略你们，就是有点一个人忙不过来。你们也和我的海外小伙伴打个招呼呗。Hi folks, how are you doing? Today we are doing an annual health check for Anne because she was limping earlier last week. And you can see she's doing much better now today. Let's go, move. Yep, much better. But still, it's quite alarming, so let's do an annual health check. Hopefully she's doing alright. According to this waist, it's big, fat, strong, and yeah, it's a good sign. There's a cat in there. 走。This is your breakfast after we do the blood test. Little bit of history lesson. Anne was a little puppy born in 2015 in Beijing. When I first picked up at local airport, it was a rainy day. She was soaked wet in her little cage, shaking, frightened. From that moment, I decided, hey, I'm gonna look after this little buddy for the rest of her life. Having said that, in the beginning she's been eating supermarket cheap dog food like every dog does. Then after a couple of months, I was like, fuck it, we have all the money. Let's go for premium brands and design $1,000 collar, dog bowls, and yeah, here we are. One of the most luxurious dog you ever see. This is the location she first visited. Well, not quite. 10 years ago, they was over here. Now I believe it's a 7-Eleven store. They then moved over here. After another 5 years, yeah, here we are. So, moment of truth, shall we? Hahaha. 袁医生早，成都怎么样？人山人海，特别美。我就想不明白，哪儿都人山人海，那啥地方人能空了呢？太明显的不甜了。你听听里面那个哀嚎的，他们有说那个翻译器的事情，咱们可以回头说你要爱我，你就抱抱我，然后结果一翻译，哇，然后那个狗就往身上一扑，然后我就在想说，那个东西准确率如果真有80%多，骗人的。我前段时间看一个英文翻译器都糟糕的一塌糊涂，还狗语呢。以后简单了，问他你到底哪儿疼？哎呀，你的内心是咋想的啊？那你听一下呗。我不想来这儿，不想来这儿。今儿咋有点小心有戚呢？你是听到那个狗在里面惨叫？应该是。那个睾丸，应该是。那个睾丸烂了以后，那个狗特别疼。你好。好的。不然它腿会弯。是的。好，没事。好狗。之前有人都说什么狗做个体检比人都贵，我说你看狗做体检要多少人呢？哎哥。哎呀，勇敢。哎哥。一点反应都没有。哎哥。啊哥。好啦。啊，该哥。会粘个胶带压迫止血啊。这个呢就是缠的有点紧，过个10来分钟给它一撕掉就行了。给他做心超啊。好的。心超的话，我们稍微得替一点点。那没问题。哎呀，好，该哥，别动。哎呀，该哥。别动，忍一下。哎呀，气死狗了啊！人熬夜会高血压，狗陪着人熬会不会也高血压？狗一般就是老年性的，再就是心脏有问题的话，会
可以吗？可以，我们再去拍个片子。好喽，自由喽！还有一个拍片子，别动，等着！哎呀！这个是咋穿？直接套就行了。好，大哥，手里轻了，对，从这儿，对，好，这个也是。别动，别动。好，宝宝，啊，哎呀，真乖。好，谢谢，麻烦您了，辛苦我的宝宝了。哎呀，是吧？胃口好，是吧？等一下，别吃了。等一下，我们从小就训练了这些，等一下，这种不要吃、不要护食和把吃的东西吐出来这种技能，没有什么握手转圈表演，你不需要靠表演讨好人，是吧？不喝也没辙，那我们就等结果出来吧。你不喝你还滴口水，其实今天原本计划不是像往年一样拍基本和过往一毛一样的体检 vlog， 那就太重复了。毕竟安这么乖，也不会有什么意外故事发生。事情是这样的，这是老爸养的柴犬宝宝，叫黑豆。他去年做了绝育手术，今年刚刚5岁。有一天，我的 iPad 待机桌面自动帮我做了这么一个相册出来。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靠，你这家伙怎么突然肥成这样了？所以原本按计划是狗生第一次带他去体检，看看肥胖到底有没有引起一些健康问题，适时调整生活状态，结尾顺便提一嘴安的结果就好。他和安老狗大体上一毛一样，对人都是甜美，除了护食，对狗嘛，他显然是小觑一霸。哦对了，他俩也是互相看不上的状态，只能分家养。现场检查了心、肺、肾功能都还很棒，实验室结果有少量的脱水，这很正常，没有任何的疾病或临床症状，甲状腺指标稍低，但它实在不像是甲亢的样子。唯一的问题就是肥胖，该换低脂低卡的狗粮喽。而且老爸，你绝对不要再给它喂饭桌上的人类食物了。总体而言，结果非常好，是一只年满5岁、强而有力的健康狗狗。如果你们以后想更多的看到黑豆的出镜，记得要点赞关注，在弹幕评论打上黑豆的名字，让黑豆宝宝隔着屏幕看到你们的爱。调整了一下心理状态，来说说安安的情况吧。其实就是老年病，不可逆不可避，始终注定会发生的事情而已。但果然每次想到我和这小家伙每天都在变得更加的衰老多病的时候，难免还是会有些伤感。首先，它的脚脚是这只前左，近4年的每年春天，它的皮炎反应都会格外的严重。前几年开了一些抗生素和止痒药物就能压住，而今年是完全不行了。它越痒就越啃，它越啃就越破，爪子里边又是流血又是肿胀的，根本就走不了路。我又尽量不想给孩子打针，但是，实在不忍心看孩子继续痛苦下去了，就给他打了2针。缓解过敏性皮炎的药物，1400块，管1个月，哇，简直是医学奇迹！孩子再也不啃了，你看现在爪子颜色明显好多了。刚说呢，别舔。2023年我们环游祖国，跑了11000公里，舟车劳顿，加上他6岁以后就有了漏水的问题，孩子一直对这事儿挺自卑的。有时候他半夜起来翻个身，赶紧看看自己的屁股严不严重，再看着一床的尿渍，很自责地躲开我的眼神。虽然我没有责怪他，他还是
默默地把床单那一片尽可能的舔干净，好像他自己都不明白，老爸我怎么了？我身体怎么回事？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直到去年春天，波兰的老妹帮我带了一瓶丙苯醇胺回来，哇，又一个医学奇迹，一下子就缓解了孩子90%的漏水症状。这就给孩子带来了另一个难题，孩子莫名其妙觉得，我怎么最近又好了？咋回事？发生什么事了？在这儿我要特别感谢在英国的宠物药房 ，Big shout out to Velvet UK. Thank you for helping us to get hold of a year of supply of this medicine back in winter. It is prone to heat, and I don't trust these unlicensed random sellers on Taobao. So we deeply appreciate your help. You are absolute legends. Yeah, 又一个症状解决了，而有些症状恐怕是永远无法痊愈的。肾脏结石、钙化，这个是老龄化疾病，暂时不需要药物干预，定期检查，关注指标。心电图 OK， 没啥问题。抗体太弱，于是又补了一针疫苗。毕竟老龄犬的犬瘟细小，治疗还是不太好扛住的。好在家里边2小只，打针都跟没事一样，你随便扎，小天使。ALP 指标过高，这个不用太多在意，因为我们针对心脏问题一直在喂食辅酶 Q10，会导致这项指标偏高。之前有半年刻意的去停用 Q10检测，这个指标就恢复了正常，所以问题不大。血液指标也还 OK， 进食进水检测的必然结果，因为脱水嘛。但是空腹甘油三酯偏高，高血脂，开了1个月的降血脂药物，下个月复查。心脏，今年和去年的结果相比，已经有了明显的指标衰退，2间半和3间半反流占心房面积的30%左右。早在2012年的5月，我们就第一次发现了2间半反流，之后每年的变化都不算太大，直到今年变得明显了吧。要不是孩子最近爪子康复了，又能高兴的爬高上地冲来冲去，精神满满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不太好的数据了。所以1个月后复查血脂，3个月后复查心脏，到时再决定要不要用药物来缓解症状。最早我们要到秋天才能再出省或者出国旅行了。降血脂期间没有战斧牛排，没有牛肉火锅，没有烧烤，没有咖喱猪排，没有肯德基，你就好好的吃你的小狗粮吧，最多有那个鸡胸肉脆片小零食。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些2023年还没剪完的旧视频素材和不定期在家拍摄的新内容，要照顾的事情很多，一个人确实完全忙不过来，谢谢大家的理解。离分别的那天还早着呢，至少8年10年以后呢，有什么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告诉你们的，不用担心。谢谢大家一直陪伴在不断在走下坡路的长安一条柴身边不离不弃，爱你们。我们下次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再见吧。哇，这样子中文英文兼顾的视频好像4不像，果然还是不太行是吧？好吧，再见吧，拜拜。拍完了，拜拜。